2007年，他的一剑隔世革出了玄幻剧的地位，让玄幻剧再难走到高峰。他本是一个反派配角，观众却相信他只是拿错了剧本。他是首个大多数观众都希望能打败主角的反派，不仅是经历，还有颜值。那些年让我们印象深刻的配角与反派，《魔剑生死棋》中的任千行，一个有着主角的故事，结局却是个注定失败的大反派。任千行原本是至尊盟盟主关玉天的弟子，这个身份注定了他是反派的命。任千行在外执行任务时，偶遇了主角燕藏风，与燕藏风结为兄弟，却因为各自阵营不同，成为了宿敌。又偶遇了女主依依，深爱女主依依，后来一直都以追求依依为主要的事情。在成长的路上，偶然获得了恩师关玉天的威龙神掌。关玉天回归后，又继续修行了关玉天的成名绝学先天罡气，然后在密室意外获得了绝世神功一剑隔世。从发展的路线上而言，任千行完全符合主角的成长路线，从中低层的高手开始逐步成长，受伤获得奇遇，再受伤获得更好的奇遇，从武功到兵器，一路从低阶装备到了顶级。最关键的是，他一直保有初心，从未有过反派的思想，比如称霸江湖的野心，唯一的执念就是和女主刘依依在一起。若不是任千行出身在至尊盟，是魔剑遗族，练的武功也有各种缺陷，就任千行这成长路线，简直与主角无异。可惜配角注定是配角，不像主角一出场就有女主愿意随行。除了没有女主爱之外，任千行与主角的另一个差距就是，主角的天意四象诀是妥妥的正道绝学，毫无破绽，练到大成必然是江湖顶级高手。而任千行的各大武功均有破绽，威龙神掌有攻无守，先天罡气有罩门，一剑隔世威力巨大，容易走火入魔。当然，在这部剧中，主角燕藏风是完全打不过任千行的，哪怕把天意四象诀练至大成。最后要不是出现一个 bug 及人物吕小布，任千行就打通关了。任千行的成长路上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上位的，男主却是一路捡漏，最后还不如任千行，难怪最后任千行败了，成为了观众的意难平。最后说个冷知识，任千行的扮演者孙协志，原本导演给他的角色是让他演主角燕藏风的，不过他本人希望挑战一下自己的演技，才选了这个复杂的角色任千行。在刚开始一拿到这个《魔剑生死棋》的剧本的时候啊，很多的人都会认为说啊，其实一定是像公司的人，他们都觉得啊，其实你是演唐风这个角色嘛，因为又是一个正义的好好先生、好好人这样。可是后来跟制作人跟老板的协调之后，我们后来都觉得还是选择任千行这个角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角色的原因是，我觉得他的张力非常的大。轮回中容颜开，不知几何年，恨故一生化蝶许愿。